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1号，早上起来有没有在数钱哦？多单利润是选择继续报，包括这2天一直在唱多，社群上面朋友们也是一起在数钱，或者是等下来聊一下，就是昨天有跟朋友们讲，预期有可能整个比特币的形态会复制2021年7月份的形态，当时这个位置它 KD 近80哦。昨天是在推特上面通知大家，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跟大家讲。那现在一根上涨都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下一步上涨的目标位要怎么来判断？今天利用这3张图片来跟朋友们讨论一下下一次比特币的计划。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有图，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不过程序交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凌晨3点的时候是有一笔空单的建议在$28,070，盘中是有一波跌到$27,800附近。我个人观点也是通知大家，就是最近不管是对或错，速度尽量要快一点啊，不然就类似我这样子，我是不选择做空的，而且也是在睡觉的时间。那么来聊一下，就是目前比特币的形态，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降楔形。右侧的朋友不是在等没量，在低点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说没量，但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有一个下降楔形，就是主力在高度控盘啊，它是利用这几个低点不断的挖坑骗散户往里面去跳，已经聊了5、6、7、8天了。真的担心的朋友，你就在这个位置追的话，到现在不是也是有利润，而且它在过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现在量能是不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上方60的 MA 现在也是过了，所以我的观点，不用去管，尽量看高一线啊。那看高一线上涨的目标要怎么来判断？因为也是有预期几个上涨目标位，特别是这一根起来的时候，我的判断就是，它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破底方，重要的 K 线多方抵抗插入一半，第2根直接翻，所以就是这一个区间整理的时候，就类似推特上面跟大家讲的。2021年的7月份，是不是这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整理，就是连续的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8根，就是主力在做逼空的行情，可以观察一下1根、2根、3根，只调整了1根，再来2根，所以现在是很明显，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推特上面也是在昨天跟朋友们聊的这么一个观点，5、6天之前视频一直在提，不排除有可能在这一周。或者是这2周，这个 KD 指标是在周线里面会检查。那现在的一个位置，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既然我们已经是先知先觉判断比特币方向就是往上去看，就是这个绿色的整理的形态，挖了2个、3个坑，其实昨天能不能拉升也是在预期，它这个位置是绿色的这个箱体是破底方。破底翻 27.4K， 所以我也是有预期，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过的。因为破底翻的走势历史也是往往过来了，它如果是挖坑能翻到这个矩形里面，那就代表的预期这个高点是要过。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前面的一些位置也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整理的区间，它挖坑有可能预期这个高点就是要过，或者是在去年的时候12月份也是这个整理的区间。上去是陷阱，下去是陷阱，后面是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是有预期，既然这个箱体能回进去，那这个高点或者是这个箱体的高点肯定是要过，所以后面就是走了一波大井喷的行情。现在的位置，我个人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啊，短线你就去留意一下，前面有聊到的一个压力位 27.4K 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那至于上涨的目标，我个人也是在思考。它整个中长线的这个箱体，现在是又回到这个箱体，早在昨天的这一根就回到箱体，所以我也是有在预期，如果真的复制2021年的7月份，也是不排除它会不会突破了这个高点。之前有跟大家计算过的一个点位 28.8K， 它首先要过了再说，如果这个位置过，也是不排除后面去留意一下，可能下一个的目标位是在这个高点上方，大约是在32K 附近，能过了这一个 28.8K， 去留意一下，在2022年的5月份这个高位
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区。然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一张图片啊，也就是这一次低点一直在跟朋友们讲，有可能在周线里面 KD 指标是会金叉，不过这个随机 RSI 反应速度是更快啊。现在可以观察一下这个随机 RSI 的一个数值，目前蓝色的值是在 13.63， 然后这条橙色的是在 13.56， 所以它这个位置已经是金叉了。而且历史上其实好几个重要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朋友们尽量在这种时差低低的一些点位，或者是时差的时间有接近150天以上，我们要去留意，就是从上一次金叉的时间，比如说这个位置开始金叉的时间，到这一次金叉的时间，这一次是189天。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一般循环里面时间也是相对比较准，如果是超过150天有打出低低的低点，我们就要去留意一下，有可能低点就是低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在去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这个位置的低点，它随机 RSI 指标来到非常低的位置，金叉的一个点位距离上一次也就是这个位置金叉的一个点位是在2022年的6月份，它这边的时间是160多天。我们尽量看空间，特别是这个随机 RSI 指标的空间，如果是在20下方有金叉过，到下一次20下方的一个位置再去观察它的时间是不是150天，超过有可能就是低点，随时可以买啊。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也就是2022年的1月份，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小幅的金叉，它后面也是有一波反弹啊，或者是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2020年的3月份，这个位置随机 RSI 指标金叉，金叉它距离下一次在20左右附近的下一次金叉就是这个点位，它也是相隔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89天，所以有150天，如果再配合这个随机 RSI， 我的观点是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事半功倍。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高点的位置我们要怎么逃顶啊？因为前面一波比特币上涨也是有跟朋友们聊过一个观点，第一浪上涨今年是一倍，然后就是这个 RSI 指标不是随机的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上一次它是在70附近有一个转折的位置，后续我们去观察一下，一般如果来到进一步大深入的牛市，有可能我们可以去回顾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这一波，它是涨了3倍，第一波的行情 RSI 指标就来到80左右的一个分值，像这种上涨的高位，它后面也是有一个转折，所以这个 RSI 指标也是有一些参考性在80上方，就是说明有可能整个市场都是在超买或者是在追价的一个结构，我们就要小心。那现在的一个 RSI 指标其实也是刚开始启动而且这一次压回来的低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RSI 指标也是在50附近，50是一个多空平衡区所以我个人观点后面我们尽量报到有没有可能它会不会来到比如说70上方来到80左右，到时候看短线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到时候就不要去追加，或者是你多单要平一部分也是可以或者是做一些短波段。当然我个人也是选择看比如说目前比特币的第一浪行情，如果是参考这个位置我们就参考第一波的这个上涨，就这个位置也是涨了1倍多，它第一次来到1倍多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也是接近 RSI 的70，超买它就会洗盘，或者是第二波再上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也不算是第二波，就是整个洗盘的结构里面它会有上涨的这些高位也是接近70的位置，有可能还是在区间，整个区间是不是一个上升三角的洗盘，或者是后面有一个突破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这个 RSI 指标来到80，有可能就是预示的短线会有风险，尽量再看还有没有压回的位置，或者是我个人也是在计划 15K 或者是长线的一些多单，也是在计划有没有这种分流的高位，最终的顶部能不能逃顶，利用这个 RSI 指标，它如果达到90，到时候就要非常小心有可能就是风险，因为2017年的时候这个位置也是接近90，或者是2021年的时候这个位置的高位 RSI 指标也是接近90，甚至在过高，
它这边也是会有背离的结构，到时候有可能要做平仓的动作，或者是后续有没有机会，到时候看要不要开空了。所以现在整个计划都是在中长线，短线要怎么聊？行情都是在按我预期在走的情况下，其实也没什么好聊。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朋友们提醒，不要去看空或者是做空这个比特币啊，机构蓝都已经来了，不要真的法定货币腐败的体系以富人而告终。就是我们穷人尽量在这个市场里面要跟机构去作对，资金就是买这一个比特币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